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63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阿迪达斯在这2年推出的篮球鞋啊，90%都是拉胯的，包括之前的哈登签名鞋以及利拉德的签名鞋。而作为旗舰款的哈登签名鞋，在尝试了不同的中底组合的4代以及5代之后，最终还是回到了 Boost 的怀抱，算是返璞归真了吧。之前的4代和5代在实战方面对比前面的1到3代，在实战方面是有着明显的下降的。那抛开中底不谈，那在其他方面前面2代也各自有着各自的不足。那哈登6代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重新回到全掌 Boost 之后，是否在性能方面能够回到它应该有的水准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老样子，我们还先来看一下球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这一代在外观上面跟上一代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依旧是这种看上去有一点笨笨的外观，看着好像特别的臃肿。反正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一双鞋的外观。而在细节方面，在鞋舌的前端以及后端都有着哈登的个人元素，还有在后跟处也印有哈登 Volume 6的字样，其他就没有什么别的细节了。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哈登6代采用了全掌的人字纹大底，在抓地力方面拥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并且纹路的布置也是比较合理的，并不像哈登3代一样，因为纹路布置的太密集而导致在有灰的场地上抓地力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6代在这一方面提升是非常大的，合理的纹路布置让它即使面对灰尘比较多的场地，也能够拥有比较不错的抓地力表现，并且大底使用的橡胶硬度也是比较硬的，纹路的深度也比较深，用来打室外场地绝对也没有问题。在抓地和耐磨2个方面，一手抓在大底方面总体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中底方面，这一回重回了 Boost 的怀抱，经历了中间 Light Strike 的4代以及 Boost 加 Light Strike 的5代之后，又回到了前面1到3代的全掌单一 Boost。看来4代和5代确实在销量方面并不是很好。而这一回的6代所搭载的 Boost 厚度其实跟3代是差不多的，它们都拥有着非常优秀的场地感表现。穿上之后，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它中底的厚度是非常薄的，非常贴地，并且中底的 Boost 密度也是比较高的，整体的脚感弹大于软。想要踩实感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失望，但是比4代和5代确实要软了不少。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较弹的调教，给这一双鞋还带来了非常优秀的反应性，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感觉到一丝的泄力感。这一双鞋在中底对于想要反应性和场地感的球员来说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又想要优秀的缓震，那像哈登2代这样的体验它是无法提供给你的。它的后掌厚度也并不是特别的厚，我180斤体重在用后跟落地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后跟缓震的极限是并不高的，有着非常明显的震脚感。那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这一双鞋我还是建议160斤以内的朋友去选择它。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对于缓震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那这一双鞋的缓震绝对是可以满足你的，大家可以放心。而在鞋面方面，采用了大面积的麂皮面料，加上一些人造革的材质作为球鞋的鞋面，几乎是完全放弃掉了透气性，有一点回归老学校的意思了。并且至今好像也并没有推出搭载针织材料的配色，在夏天穿这一双鞋去打球还是非常热的。不知道后面是否会推出针织材料的配色，但是现在看来大概率可能不太会出了。如果你需要透气性，那这一双鞋就不太适合你，你懂我意思吧？不过在包裹性方面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虽然依旧只使用了5对鞋带孔，不过系紧鞋带之后就能得到非常优秀的包裹体验。但是高脚背的朋友一定要慎选这一个鞋款，前掌的鞋舌最前端几乎是没有任何延展性的，并且它的鞋楦比较偏扁一点。
对于高脚背的朋友来说非常的不友好。那如果你们选择这一个鞋款，一定会出现压脚背的情况，一定要慎重选择。而它的鞋楦宽度还是略微有一些偏宽的，那对于像我这样脚型略微偏瘦一点的朋友来说，那这一双鞋在前掌的包裹还是会有一些不太够的，并不能很好的贴合住双脚，并且在前掌也没有任何可以进行调节包裹的设计。那如果是瘦脚的朋友，这一双鞋在前掌的锁定是无法满足你的。但是如果你是正常脚，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一些的朋友，那这一双鞋的鞋楦会非常的适合你，你能够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非常优秀的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并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后跟处的6个鸡蛋仔能够非常好的锁定住你的后跟，完全不会出现阿迪祖传的这一种掉跟的现象。而在支撑方面，鞋面的强度是非常高的，大面积的皮质材料加上中底大面积的 TPU 键上翻，让这一双鞋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的鞋面都能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毕竟代言人是有大量的后撤步需求的，那在做后撤步动作的时候，球鞋的侧向支撑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哈登的篮球鞋在这一方面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并且球鞋足弓处的 TPU 键也做出了一定的上翻以及上翘的这个弧度。不过在穿着下来它在足弓的支撑方面并不是特别优秀，对于正常以及高足弓的朋友来说是绝对不太够用的。但是穿它打完球之后，并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足弓疲惫感，这一点可以放心。而在整体的刚性方面，阿迪达斯的篮球鞋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完全不会去担心吧。阿迪的篮球鞋在这一方面一直都没有任何问题。在稳定性方面就更加没有问题了，超大面积的大底加上球鞋较低的重心，球鞋的大底以及中底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外扩设计。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轻质灵活，那这一双鞋绝对不是你想要的。超级宽大的大底加上侧面的外扩，它更加注重的是稳定性，基本上放弃掉了灵活。可能像哈登这样节奏感的球员并不怎么需要灵活性吧。在重量方面，单只42码的哈登6代重量也高达461克，作为一双后卫鞋，它确实是比较重的。这样一看它跟轻质灵活这两样基本上是两样都不沾边的。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5分，虽然它确实是一双不轻质也不灵活的后卫鞋，但是它确实在实战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如果你想要的并不是轻质灵活，那这一双鞋可能会是你想要的。它拥有着非常优秀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并且在其他的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比较注重的是球鞋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并且对于稳定性也有着要求，那这一双鞋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现在它6开的价格，我觉得也还算比较合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的42码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不过再次提醒一下高脚背的朋友千万不要选择这一个鞋款。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